年齡不是問題，勇氣才是問題。勇氣才是問題，什麼都沒有，只剩下勇氣而已。剛剛越騎越年輕，越騎越年輕。然後每一個人一種啊。No, Lauren。在绿車有。可以嗎？你会抬嗎 ？OK， 我幫你抬。這是一間背包客民宿，是體驗林道越野的秘密基地，更是存着許多人美好回憶的地方。而這一次，我也在這裡留下了屬於我的美好記憶。都會騎檔車嘛？哈，會。好，這個電源這邊，好，切過去開，哦，這是斷電流，然後切下來，倒車的時候，就直接切斷電。越野車跟騎機車綁在顛倒，你右彎的時候身體是在左邊，左彎身體是在右邊，顛倒過來。壞情。哎，再來剎車也顛倒，剎車重的是後剎，不是前剎。感覺很結實。在老闆簡單的講解之後，我們換上了全套的防摔裝備。戴上越野安全帽的那一刻，空氣伴隨着一點緊張的氣氛，顯得格外清晰。那種感覺像是一個儀式，提醒着我接下來要面對的不是一般道路，而是真正的林道。發動車輛的瞬間 ，CRF 的那顆單缸引擎傳來規律的震動，感覺上不像街車那麼樣的溫順，比起我的 CB300R 又多了幾分粗糙，一點狂野。低轉時候的聲浪就像是一匹還沒跑起來，但隨時會衝出去的野馬。老實說，這是我第2次騎越野車。之前有在市區試過一小段的 CRF， 大概5分鐘不到的體驗，還沒有感受到騎越野車到底是什麼感受。所以今天對我來說，是一趟真正意義上的第1次騎行越野車，也是我第1次要騎進林道，面對泥土、碎石、坑洞，那些我只在 YouTube 上看過的路況。轉進去就是太清宮林道了，哦，它風景很漂亮。我們很快的抵達了太清宮林道的入口，而就在這裡發生了一件真的非常好笑的事。如果從畫面看過去，會發現前方有一條鋪裝的柏油路，而右邊呢才是我們今天要進去的太清宮林道。結果就在我換電池的那幾秒鐘，前面的隊友已經先行右轉進入林道了。而我呢，完全沒想太多，就理所當然的筆直往那條柏油路騎過去。我當時心裡還想，哇，這條林道也太好跑了吧？怎麼這麼順？怎麼這麼友善？一路跑得很開心，甚至還有點小得意，覺得自己越野的第一步好像意外的順利。直到後方的朋友 Dilson 就像一個救火員，在後面瘋狂的按喇叭，追了我好一大段。哪邊？靠腰，你走錯邊，然後一直騎是怎樣？這要走哪邊？他的另外一邊呢？直到我在一個岔路口停下來，想說他為什麼要按着喇叭，但是一抬頭，他跟我說：“兄弟，你打算要跑去哪裡？林道是右邊那一條。”那一瞬間我才恍然大悟，我剛剛跑的那一段完全不是林道，是我自己跑出來的假林道。於是我們才乖乖掉頭重新下山，回到真正的入口，真正的林道才正要開始。走錯路了。
回到真正的入口後，我們正式的進入了林道。在水壩之前的這段路，我覺得都非常的好騎，很適合第一次來越野的人體驗的地方。路上沒有太多突兀的落差和深坑，但是有鬆土、碎石。我覺得這種對越野新手來說，可以非常的明顯感受到 CRF 這種越野車在非鋪裝地面上的性格。在平路上 ，CRF 看起來老實又普通。我覺得這種越野車又不如街車和仿賽的外形來得這麼好看。但只要一進到這種地形，它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樣。每一次顛簸，每一次的後輪輕輕滑着，它都處理得習以為常。那是一種如魚得水的感覺。只要核心用點力，手微微的撐着，這就是越野車的世界。沿着林道繼續往前，我們抵達了一個小小的水壩。老闆說，平常比較熱的時候會有人來這邊玩水。一開始我還覺得還好，但是近看一下，這個水真的非常的清澈。這是一個觀光景點之外的秘境，清到你也會突然理解為什麼這些地方值得被保護，值得你來騎一趟林道探險。身體靠在車上，這樣子，對，不太起來。你這個真是蠻厲害。在這個小瀑布這邊稍作停留之後，我們在這裡練習了一個對越野車來說很重要的技術——側柱回轉。其實這個技巧我之前就知道概念的，但從來沒有真正的用過。側柱回轉其實不難，也不算複雜，但你要用對力量。第一次做的時候是有點卡卡的，車身和你的意見總是不太一樣。但當你掌握到那個感覺的瞬間，你就會理解，哦，原來越野車就是這樣跟你對話的。這種小技巧就像機車的新手騎速可達在立中柱的那種感覺一樣，用對力了你就會了。一路沿着林道往上騎，我才發現越野最迷人的地方，不是速度，也不一定是技巧，而是那種要適應每一個地形的感覺。到達休息點前的這段路，算是越野蠻入門的路段，沒有誇張的爛泥，也沒有像之後那樣遍地的碎石，只有輕微的凹凸起伏。對老手而言，這可能只是一段小暖身。但對於我第一次騎越野的人來說，這是一段適應的過程，也是體驗越野的開始。在這些相對友善的路段，我可以慢慢的去感受車輪壓過石頭的回饋，後輪輕輕滑動時的反應，還有身體要怎麼在顛簸中保持平衡。每一次的小晃動都在提醒我，越野不是用蠻力去抓住車，而是用核心的力量，讓身體、油門還有重心和車融為一體的感覺，形成同一種節奏。也因為路況不算太難，我可以邊騎邊觀察周圍，看看這片山林的景色，看看周圍的樹，光線透過樹葉灑下來的光影，真的非常的美。這是我在市區騎乘，還有在街車上面從來沒有過的感覺。真正開始比較有挑戰性的路段，是在休息點前的5分鐘。這5分鐘的地上開始出現比較大顆的碎石，這種大顆鬆散而且鋪得亂七八糟的石頭，會讓車子在你的腳下跳動、晃動，甚至有時候會擺去不該擺的地方。這個時候，身體也得參與得更多，需要用更大的力量去穩住車子，用更扎實的重心和核心去呼應車子的動作。你要提前預判一下下一塊石頭會怎麼影響你，
不能像一般騎在柏油路上，看到坑洞就直接順過去了。騎在越野的路面上，左右的路線是非常重要的。車子不會去配合你，而是你要帶着車子去配合地形。你也要骑越野車嗎？现在中午時間，等一下老闆會來煮泡麵。大哥騎越野車很久了？沒有，我大部分都不是騎越野車了。日本，我們那時候去日本就直接買了一個希爾250嘛。在日本買。對，然後騎了1個月嘛，然後再把它賣掉的。哦。對，所以就在那邊騎了那個希爾250，覺得很好騎。回來就趕快去買那個希爾500，對啊。哦，我還有拍空拍，我還有空拍，這麼厲害。它是可以跟着那個車子走。對，就是你有自動追蹤。對，追了，但是昨天跟丟了，我今天就不然今天就帶來了。直線哦，比較刺激的。會騎擋車了嗎？年齡不是問題，勇氣才是問題。勇氣才是問題，什麼都沒有，只剩下勇氣而已。我們在這邊練習用越野車直接騎上樓梯，這其實是一種勇氣的訓練。很多時候裝備是夠的，準備也是夠的，技術也跟得上，而真正卡住的往往不是裝備或是能力，而是心態。就像生活中有些事情，我們明明就辦得到，但就是會猶豫，會不敢下決定。事實就在面前，萬事俱備，只差那一點點的勇氣。而跨出的那一瞬間，會發現原來我早有能力可以做到。就像上這個樓梯一樣，看着樓梯感覺到很恐懼，但是實際上騎上去的時候，才發現原來是這麼的游刃有餘。我覺得最能體現這件事情的是騎在我前方的68歲的大哥。年齡是一個理由，但從來不是他的借口。他不止技巧純熟，上樓梯碎石都騎在我前面穩穩的，沒有拖泥帶水，也沒有畏畏縮縮。即便倒車了，他也用行動告訴我們，勇氣不只是年輕人的專利，而是願不願意跨出的選擇。離開休息點之後，我們迎來了今天第一次真正的挑戰，一個看起來相當驚人的陡坡，目測大概有接近45度。走到坡底往上看時，內心其實滿滿的恐懼，看起來真的很高很陡，而且路上滿是碎石，車子真的可以上得去嗎？因為我完全沒有爬坡的經驗，所以理所當然的開始懷疑。但就像前面提到的，騎越野車需要的就是勇氣。在整趟旅程中，我也不斷的在鍛鍊自己的勇氣。更何況我的隊友們，還有那位68歲的大哥，都已經一個接一個上去了。而我其實只要跟着他們的路線，照着前人的經驗走，就能順順的上去。於是我沒有再多想，發動車輛，深吸一口氣，油門一轉，就往坡上衝了上去。
後來我才發現，其實我用的是2檔在爬坡，但還好老闆說這台車有改過齒比，扭力的反應比較直接，那讓我可以順順的把這個陡坡爬上去。那一瞬間我才真正體會到，很多時候不是做不到，而是從來沒有試過。勇氣一旦補上，整個世界就會瞬間不一樣。再看，再看。哎呦，这有感觉很刺激啊！經過這個陡坡之後，真正的煎熬開始了。前面的路段已經不能叫做碎石了，那根本是拳頭大小的石塊，一顆顆的散落在路上。騎上去的感覺就像整台越野車被丟到鐵軌上奔跑，車身不停的左右彈跳，前輪像是隨時要被扯離軌道一樣。而偏偏左邊呢，就是毫不留情的山崖，只要一個控制不穩，身體重心壓錯，車子就會被石頭彈得左右偏擺。那畫面光是想就讓人背脊發涼。這時候又讓我感覺到勇氣的重要性了。其實路很大條，車子也是在可控的範圍之內，只是你會一直想，左邊就是山崖了，是不是應該小心一點呢？或是更加的提心吊膽？但其實如果是正常的通過，那是完全沒有問題的。只要調配的好前後剎，控制好身體，用核心的力量，還是可以游刃有餘的騎完這個路段。隨着車子在石頭間跳躍的節奏越來越劇烈，每一次的撞擊都把心臟往喉嚨推一次。右手抓油，左手拉離合，車身往後仰，膝蓋夾緊，仿佛把所有過去學過的技巧一次都用到極限。在那一刻，突然明白，越野車不是在挑戰車，而是在挑戰自己能不能穩住心跳，穩住視線，穩住方向，還有最重要的是要有勇氣。老闆說，他們和其他越野團隊最大的不同，是在騎完車之後，會準備一頓屬於埔里特色的晚餐，讓我們騎了一天的林道疲憊的身體可以得到放鬆。現在的我或許還稱不上是什麼越野玩家，但至少我真的跨過了那條不踏進去就永遠不知道的門檻。今天的每一段路，每一個上下坡，每一次差一點被彈飛的石頭，都讓我更加知道，我能比想象中的更能面對不確定，也能帶着一點點的害怕往前騎。我想在今天的這一段旅程，我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勇氣。